我自小刁蛮任性，放火烧山，无恶不作。为了不让我再祸害草原，傅汉将我送往中原和亲。我早听闻后宫争宠成性，人人奸诈，发誓谁敢惹我，我定叫他死得难看。入宫后，一个衣着单薄、面容消瘦的男童跪在我面前，双眼通红。您能做我母妃吗？人人都有母妃，我没有。我心中一阵刺疼，因为我也没有母妃。和亲的文书从中原传来，傅汉笑得合不拢嘴。终于把草原的惹祸精送走了。如果傅hà不扶持我做皇后，我就先把中原皇宫烧了，再回来把草原烧了。傅汉顿时冷汗涔涔。出嫁那日，我带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与牛羊，送亲队伍长的望不见尾。到了京都，百姓还以为我要攻打他们大魏。皇帝瞧着年轻，后宫佳丽个顶个的漂亮，我面无表情站在人前，给皇帝和太后行礼。礼毕，我听见妃嫔们不怀好意的议论：他怎么不笑？我回：关你什么事？见过了妃子们，就是皇子们，还未出宫见府的皇子有10多个。我挨个瞧过去，我是外族身份，又冷脸冷情，他们大多都对我敬而远之，或者十分鄙夷嫌弃。我早知这大魏皇宫中人情冷薄，倒没什么失望的。傍晚，我饭后散步，偶遇几个小皇子在玩耍，太监婢女满头大汗。我喝止了几个孩子，他们全吓跑了，唯独一个瘦弱的孩子一瘸一拐走到我面前，扑通跪下，抬起泛红的双眼望着我。这是做什么？男童扬起小脸：您就是新进宫的丽妃娘娘。我点点头。你既然认识我，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跑？这孩子衣着单薄，身形瘦弱，嘴角还挂着青紫，应当是不受宠的七皇子。我听闻七皇子的母亲只是一个婢女，生下他后就被赐死了。您方才帮了我，若是我跟着他们一道跑了，便是辜负了您的帮助。我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竟然能说出这番话。我忙着逛御花园，没空与一个孩子纠缠，便冷漠道：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他却没动，只用一种倔强可怜的表情望着我。忽然他仿佛做了什么重大决定，把脑袋梆梆梆往地上磕了3下。娘娘，婉儿自知天资愚钝，但为人勤奋努力。我想求您一件事，您能做我母妃吗？人人都有母妃，我没有。我愣了一下，陷入恍惚。5岁那年，额吉病重，魂归长生天。别的孩子在额吉怀里撒娇时，我只能学着骑马射箭。傅汉从不管我，将我养得野蛮任性，肆意张扬。别人都偷偷在背后骂我是个无父无母的野崽，不知道面前这孩子有没有被骂过。我将他搀扶起来。做我的孩子可不容易，我的儿子要像鹰一样强大勇敢。转眼数年过去，原本瘦弱的孩子变得俊朗不凡。今日是诸位皇子在演武场比试的日子，众位妃嫔还未靠近，便听见一阵打斗吵嚷。待我们走近，3皇子便跑到康妃娘娘身前，说道：母妃，七弟使诈，故意绊倒儿臣，儿臣疼死了。康妃看看我，又看看七皇子，慢条斯理道：七皇子，可有此事？七皇子攥紧了拳头：回娘娘，我没有，是兄长他们，你还狡辩！四皇子打断他：小七这人惯常说谎，他说的话都信不得。母妃，你们不要被他骗了。5皇子也出来凑热闹，他撸开袖子：小七都把儿臣的手弄伤了。我气笑了。5皇子这伤口，怕是太医来瞧都要先找半天。康妃娘娘说：既是如此，七皇子你就给皇兄们道歉吧，伤害手足兄弟有悖礼法，再罚你禁足2个月，你可有疑？几个皇子鼓掌欢庆，仿若打了大大的胜仗，叫嚷：跪下道歉，跪下道歉！七皇子倔强地挺直腰背：我没有错，演武场切磋受伤本就无可避免，是诸位皇兄太娇弱。康妃娘娘冷冷道：你是在与本宫顶嘴吗？忤逆长辈，罪加一等。如此偏听偏信，明摆着针对我们家小七。我一步往前，将七皇子护到自己身后。诸位姐姐要罚婉儿，是不是得先问过我？我的插手令康妃感到意外。妹妹，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。我冷笑一声：我可不是多管闲事，婉儿唤我一声母妃，我自然要为我的儿子讨公道。众妃嫔听了我的话，面面相觑，随即都笑了起来。淑嫔委婉一笑：妹妹怕是不清楚宫中的情况，这七皇子
可不讨陛下喜欢。想靠儿子稳住地位，也不是这种靠法，挑也不挑个好的。七皇子闻言，惶惶看向我，生怕我听了他们的话嫌弃他。那又如何？听见我平静的回答，他们的笑容凝住了。诸位姐姐难道没听过子凭母贵？我是北戚最尊重的长公主，他是我的儿子，就是北戚最尊贵的王子。不讨陛下喜欢又如何？讨我的喜欢就够了。妃嫔们都悻悻地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康妃面色一沉，放肆！口口声声北戚，这是我大魏的七皇子，不是你北戚的王子。我嗤笑一声，我可没有说他不是大魏的皇子，反倒是你们，尤其是康妃姐姐你们把他当皇子了吗？不分青红皂白的污蔑他，只着他皇子，这就是你们对待皇子的态度。康妃脸色难看，我父汉是最伟大的北清战士，我身后有千千万万的铁骑对着大魏虎视眈眈。康妃明白这点，不敢对我逾矩。旁边的妃子见情况不对，连忙站出来打马虎眼。此事不过是孩子们之间的打闹罢了，何必为此伤了姐妹和气？这可不行，方才这出冤枉人的戏，诸位也看见了，我们栾儿可是受了委屈的。若想了结今日的事，叫你们的皇子挨个给我们栾儿踹上一脚，我就既往不咎，放过你们。七皇子闻言，诧异地望向我，我浅浅一笑。我说过，做我的孩子要像鹰一样勇敢。动手！康妃、淑嫔要阻拦，我直接按住他们的肩膀，叫他们动弹不得。七皇子眼神一定，上前就踹，几个皇子被踹倒在地，倒作一堆。七皇子是个好孩子，有骨气，善良，刻苦又努力。他为我学了木雕，专门雕了匹马送我，又雕了观音，说要等中秋宴献给太后。转眼中秋到来，宴会上众大臣觥筹交错，言笑晏晏。我带着七皇子坐在前排的位置，四周议论纷纷。七皇子怎么能坐那儿？我逆着众人，我坐在这儿，我儿子自然要挨着我。其他皇子都羡慕嫉妒地望着七皇子，敢怒不敢言。众皇子轮着给太后说贺词送贺礼，太后笑得十分慈祥。轮到七皇子时，他的笑容微微收敛。我站起来道：婉儿知道太后娘娘喜佛，特意找工匠学了木雕之术，为娘娘亲手雕了一个菩萨。臣妾听闻，这种亲手雕的菩萨最灵验了。我拍拍手，立马有人把木雕菩萨送出来，呈给太后。太后果然眼睛一亮，笑容都真诚许多。之前的皇子送的都是什么珠宝、首饰、玛瑙之类的，他早就看厌了。好不容易出现一个满意的贺礼，他自然高兴。婉儿有这份孝顺的心，甚好。他瞧着七皇子的眼神比之前温柔许多，连皇帝也笑着点点头。我盈盈一拜，是，太后是大魏最尊贵的女人，婉儿有孝心，献上的自然是最诚挚的礼物。七皇子敬茶，太后欣慰地喝下。可就在他喝完后，双眼忽然瞪大，直直地晕了过去。众人大惊，太后！皇帝连忙冲过去抱住太后。太医，太医！太医赶紧挤过人群上前为太后把脉，神情凝重。原本热闹的氛围蓦地肃然，在场的人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陛下，太后娘娘是中毒。我愕然地看向七皇子，随即就听见皇帝震怒的声音：谋害太后，罪不容诛！来人，七皇子拿下！禁军纷纷上前，将七皇子围住。锋利的剑身倒映出七皇子惨白的脸色，我心下一紧，连忙道：陛下，七皇子孝心，天地可见，他怎么可能下毒？其中定然有什么误会。皇帝冷冷道：太后喝了别人敬的茶都没事，偏偏喝了他敬的茶就晕了。即使他不是凶手，他也脱不开干系。太后被抬下去，皇帝端坐高位，亲自审理下毒一案。底下的官员妃嫔个个噤如寒蝉。皇帝一拍桌案，怒火中烧：偌大的皇宫，居然有人敢当着朕的面下毒，蔑视天下威严，罪该万死！尤其是你，七皇子李倩！七皇子额角冷汗直流，跪在地面道：报父皇明鉴，歹人在儿臣敬茶上下毒，分明是想嫁祸给儿臣，想置儿臣于死地。毒杀太后是诛九族的死罪，如果这个罪落到娃儿头上，我也逃不掉。想到这层，我忽然福至心灵，那人是想御12鸟，既害了七皇子，也能将我拉下马。我的目光在席中逡巡，
定在康妃身上。我站起身，检查了太后饮茶的茶杯。皇帝不渝地望着我，没阻止。我行礼道：陛下，毒涂在了杯沿上，其他皇子敬茶时，杯子朝左，太后就碰不到毒；七皇子敬茶时，杯子朝右，太后娘娘这才遭了毒手。大草原上不只有牛羊，还有成片的毒花毒草，没人比我更擅长用毒。端茶的小太监两股战战，跪倒在地。陛下，奴婢冤枉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。皇帝气得踹了他一脚。这还没给你定罪，你倒是不打自招了。小太监颤颤巍巍指着七皇子说：是七皇子指使奴婢干的。他说太后和陛下偏心，只疼爱三皇子，他心中不平。我惊得起身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七皇子一直跟本宫待在一起，哪里有时间去寻你下毒？小太监手忙脚乱，从口袋中摸出一张纸条，是写信，七皇子用奴婢的家人威胁奴婢，奴婢不得不从。立即有人寻来婉儿的字画，字迹对比之下，确实是婉儿的字，可我知道他绝不可能下毒。皇帝摔了桌案上的茶杯，勃然大怒：朕的好儿子，当着朕的面谋害朕的母后，如果你不是朕的儿子，朕现在就提刀砍了你。七皇子身侧的手微微发抖，他在害怕，而底下的皇子们都在偷笑。看戏巴不得皇帝给七皇子定死罪。有汗水从我的额角流下，我闭了闭眼睛，再睁开，目光如剑。我逼近小太监：你说七皇子写信给你，你何时何地拿到的信？七皇子一直在我的宫中，难道你是来我宫中拿的？信上并未提及你的名字，你怎知是写给你而不是其他人的？小太监满脸通红，磕磕巴巴：是从丽妃娘娘宫中递出来的。宫中会写字的太监众多，会模仿他人字迹的也不少，望陛下明察。这封信信纸粗糙，非我宫中所用，而且信中词语粗鄙恶毒，怨气满满，绝不是婉儿所作。我转向小太监：你说七皇子向你抱怨太后与陛下偏心，可信中并未记载。你又说你没见过七皇子，只是收到他的信，前后矛盾，牛头不对马嘴，分明是在胡乱攀扯，满口谎言。小太监跌倒在地，眼珠乱转，冷汗直流。也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暴露，他忽然站起来，一头撞死在了石柱上。疑犯已就地正法。皇帝下令诛九族后，甩袖愤然离席。康妃则看着我，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。我心中顿时明了，真正的凶手是他。我没想到康妃竟然这么胆大，敢直接给太后下毒，就为了嫁祸给七皇子，顺便把我拉下马。恐怕是近日皇帝常来我宫中，又夸赞了七皇子，他心中嫉妒，所以才用这种毒计。可他真是小瞧我了，他会用计，我也会。他给太后下毒，我直接给他下，无色无味，对身体无害，但会令人奇痒无比的毒。夜晚，皇帝来寻我，他对我中秋宴上的形式不太满意，一路挂着脸走到我的房中，我温言哄了他几句，他才面色稍霁。趁他心情好，我话锋一转：陛下许久没有去看过康姐姐，她心中一直念着陛下。为了前朝后宫稳定，陛下今日去看看康姐姐吧，顺便看看三皇子长高没。皇帝思忖片刻，真的去了。康妃中了毒，天一黑，毒开始发作，她的脖梗和身体出奇的痒，叫了婢女给自己挠。怎么回事？本宫身上怎么这么痒？好痒啊，好痒啊！隔着衣服挠没用，她想着反正陛下也好久没来了，干脆脱了衣服，坐在镜子前挠。镜子中，她细长的指甲在细嫩白皙的肌肤上留下数道抓痕，姿态十分狼狈。恰在这时，院子里传来太监清脆的通报：陛下驾到！康妃惊恐的差点晕过去，只想找个桌底钻。他的婢女也赶忙帮他穿衣服，可衣服才搭上肩，便听门口传来皇帝冷冰冰的质问：你们在做什么？康妃大惊失色，抓着衣服起身，无措地看着皇帝。皇帝看看他凌乱狼狈的模样，心中满满嫌弃。看看你现在的模样，哪里还像个妃子？衣不蔽体，伤风败俗。随即甩袖就要离去，康妃赶紧跪地哀求：陛下，你听我解释。可皇帝哪里听得下去他说话，大手一挥：康妃不知羞耻，全无妃嫔遗范，自今日起贬为贵人。康妃委坐于地，满脸泪水。过了几日，她与别的妃嫔在御花园赏花游玩，我给她身上下了吸引虫子的毒。
一只大蜘蛛爬到他的鞋上，把他吓得大惊失色，在众妃嫔面前尖叫失态，丢足了脸面。太后听闻此事，说他身为妃首，行为浪荡，枉为表率，随后下懿旨，又降了他的位分。此后我又设计让他当众出了几次丑，让他的位分一降再降。康妃失利，便开始虐待身边的人，尤其对自己的贴身婢女，动辄打骂，还时常罚跪。那小婢女常常躲起来哭泣，在我的推波助澜与暗示下，小婢女很快就受不了康妃的非人虐待，流着眼泪带着之前用的毒包来向我投诚。小姑娘抽泣道：丽妃娘娘，之前太后中毒都是康妃娘娘一手策划，她怕事情败露，已经杀了很多人，只怕下一个就要杀我了。我慢条斯理地喝着茶。你们的谋划差点害了本宫和七皇子，宫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在骗我？婢女颤颤巍巍拉起袖子，露出底下鞭挞的伤口，新伤叠着旧伤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康妃娘娘心中极恨你，往后定然还会使劲加害你。您留下我会帮您监视康妃娘娘。我饶有兴味一笑。哦，她咬牙吐露了惊天秘密。康妃娘娘的母家早就想造反，他们计划着要在此次的秋猎中行刺皇上。秋猎是每年一次的皇家盛事，文武百官、王公贵族都要参与，艳阳高照，旌旗飘飘，铜角开道。皇帝眉开眼笑的骑马走在大部队的最前方，他对着皇子们说：你们都是我大魏的好儿郎，去吧！今日谁的猎物最多，朕重重有赏。百官闻言面面相觑，大魏还未立太子，这次秋猎后恐怕要准备立太子了。如果今日能取得头彩，太子之位就稳了。皇子们热血沸腾，纷纷摩拳擦掌，准备大展身手。我不关心其他，只担忧康妃母家今日的行刺会不会误伤玩。我将她偷偷拉到角落，如果察觉不对劲，千万不要莽撞，保护自己最重要。七皇子腼腆一笑，母亲不必担心，婉儿知道分寸。一声号角，蹄声阵阵，皇子们意气风发地骑着马扬鞭朝林中奔去。因为是秋猎，妃嫔们想参加的也可以。我从前就喜欢狩猎，便也换了衣裳，与几个妃子一道出发，才射下一只兔子，就听有人来报我说林子里出事了。我心中一紧，连忙策马赶过去，还未靠近，便看见娃儿跌在枯树之中，旁边几个皇子骑马围着他，其中一匹马正好要踩上他的腿。我连忙搭弓射箭，锋利的箭头破空而去，稳准狠地射中马腿，马匹长声嘶鸣，前腿高高跃起，马背上的人翻身滚落，哎呦呦的叫唤。我纵马来到几人面前，他们都面带嬉血，这些蠢货皇子丝毫没把我放在眼里。大皇子讥笑：没想到丽妃娘娘一个女人也会骑马，真是厉害。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，丽妃娘娘还是不要插手的好。小七，你说是吧？地上的七皇子擦擦脸上的灰，站了起来。母妃，没事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他想往前去抓大皇子的脚踝，却被大皇子一鞭子缠住了手，一个踉跄，狠狠跪在泥沙之中。众人哈哈大笑，我看得心疼，正想往前，他拔高声引导：我可以的，母妃别担心。他的一声母妃叫得我心间发颤。我按捺着内心的急切，抓紧马鞭。七皇子跌跌撞撞起身，用牙扯掉手腕的鞭子，露出狼一样的眼神。皇兄不下马来与我单挑，是怕输给我吗？大皇子被挑衅，立马翻身下马，丢掉鞭子，两人赤手空拳打起来。七皇子被打倒好几次，每次都艰难起身再战。我想上前，他便高喊母妃别动。他这副倔强的模样，使我回想起自己在草原的时候，曾经我也是如此被人欺负，反反复复跌倒再爬起。他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气倒是跟我一模一样。就在两人酣战时，三皇子猝不及防挥出一鞭，狠狠抽在七皇子的后背。七皇子躲闪不及，咬着牙发出吃痛的闷哼。三皇子凶狠道：这一鞭子还你之前跺脚之仇。几乎在他抽完七皇子的瞬间，我的长鞭也跟着出鞘，比他的更长更粗，打人更疼。他林中鸟雀惊飞。三皇子捂着颤抖的手痛呼，而他手中的鞭子也掉落在地。二皇子指着我大骂道：大胆丽妃，你敢伤害皇子！我冷眼看着他们，背后伤人无耻至极，堂堂皇子竟也用这等下三滥的手段。二皇子道：什么背后伤人？我们只看见你跋扈嚣张，
无故抽打三弟。来宫中这么久了，每次我都震撼于这些人空口白牙反咬一口的本事。我反手又挥出一鞭，这次抽在三皇子的胸口，三皇子的叫声更加惨烈。我嗤笑，你既然说了我抽打三皇子，一边是抽，两边也是抽，我若不落实这个罪名，岂不委屈了我自己？我再次高高扬起鞭子，众人面色一变。七皇子走过来挡在我面前，别脏了母妃的手。他疾风一般冲上前，拽住三皇子的裤脚，奋力一扯，三皇子就从马背上跌落在地。紧接着，七皇子揪住对方的衣领就是一拳，揍得三皇子鼻血横流，头晕眼花，直告饶。二皇子啐了一口，就凭你，也配和我们争？大皇子附和着笑道：“也不看看你什么身份，亲娘被活活打死了，又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后娘撑腰。”倒还挺聪明。这些人的嘴真是臭不可闻。当年七皇子的生母只是个婢女，和皇帝一夜后有个身孕，百般艰难才生下孩子，随后便被后宫的妃子们随意找了个理由赐死。他们竟然拿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事情来玩笑，实在该死！我攥紧鞭子，厉声喝道：“闭嘴！再满口胡言，本宫把你们牙全打断！”大皇子趾高气扬地指着我：“该闭嘴的是你才对，你只不过是妇人后宫的一个女人而已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教训我们？”那朕有没有资格？林中传来一声威严的质问，三个皇子脸色瞬间惨白。皇帝携几个亲卫从树林中骑马而出，在场的人连忙参拜。皇帝翻身下马，上前就给了二皇子一脚，斥道：“混账东西，如此咒骂你七弟，那你是什么？朕是什么？”儿臣一时失言。不是失言，你是失教。朕信任端妃，所以把你交给他教养，没想到他把你教养成这个样子，真是令朕失望至极。父皇，此事乃儿臣一人所为，与母妃无关啊！皇帝转身又冲向大皇子，身为皇子，敢对朕的妃子口出狂言，你可知丽妃来自哪里？可知他的父汗是那北秦帝王？大皇子听见北秦，脸色更加惨白，趴伏在地，满头冷汗。儿臣不知，儿臣无意冒犯娘娘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知错了。皇帝冷哼一声：“端妃、康妃教养无力，禁足2月；大皇子、二皇子、三皇子欺辱手足，罚俸半年，同样禁足2个月。”皇帝雷厉风行地把事情解决了，牵着我的手问我：“你可满意？”我知道他是忌惮我北侵兵马，所以对我多加照拂，但他在处罚完人却先来问我的意见，分明是把我置于众矢之的。传出去，别人只会说丽妃蛊惑圣心，让皇帝惩罚自己的儿子。聪明点的已经开始帮着皇子们求情了。不过皇帝不知道，我最不怕的就是流言蜚语。他但凡去草原打听打听，就知道我的名声有多差。跟我耍这种小伎俩没用。我微微一笑：“陛下处置，臣妾无不满意。”以为我会求情的皇帝面色一僵，林中忽然传来嘈杂的脚步声，一支利箭划破长空，疾驰而来，砰的一声，深深定入树干之中。亲卫急忙高喊：“护驾！护驾！护驾！”几个皇子也连忙起身，畏畏缩缩躲在亲卫身后。越来越多的利箭从四面八方射出，每个人都左支右绌，应对艰难。蓦然，一支暗箭猝不及防朝着皇帝的心口而去。陛下！父皇！若是让皇帝死了，在场的都要陪葬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冲上前，挡在皇帝面前。利箭射来，我猛地闭上眼睛，没有预想中的疼痛。我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，却震惊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躯挡在我面前，是七皇子。剑插在他的肩膀，他呕出鲜血，晕倒我怀里。与此同时，早就在猎场周围埋伏好的暗卫纷纷冲出。大帐之中，我攥着七皇子的手，泪水决堤。婉儿，婉儿，你一定要没事。他躺在床上，还处在昏迷之中，面色憔悴苍白，肩膀的伤口已经被包扎好。因为之前我的提醒，皇帝也知道有人会行刺，所以特意在周围埋伏了禁军暗卫。刺客们一出现就将他们一举拿下。可那只意料之外的箭还是伤了七皇子，再加上我派人暗中将太后中毒的真相告知了皇帝，龙颜震怒，下令彻查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康妃母家的人百口莫辩，抄家灭族只在朝夕，连三皇子也深受牵连，被圈进宗门府，终身不得出。康妃被废那日，我去送了他最后一程。他不复往日的雍容华贵，披头散发，神情恍惚。我问：“
你们谋划行刺的时候，可想到今日？康飞捋捋头发，自然想过，我只是没想到，陛下会如此绝情，丝毫不顾我们多年情分，说灭族就灭族。他瞧着我，陷入深深的回忆中。我当初入宫时，也同你这般漂亮张扬，无所畏惧。可圣宠瞬息万变，陛下喜怒无常，我越来越害怕，怕有朝一日他不再记得我。可笑的是，那一日来的比我预想的还要早。秀女和亲的公主，一个比一个年轻，一个比一个貌美，娇柔惜翠。丽妃，你不必得意，看见我的样子了吗？我的今日就是你的明日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那恐怕我要叫你失望了。他眼神一愣，什么意思？我早就说了，我不是大魏人，也从未想过要遵守大魏的礼法。我与你们不同，你们的身家性命与未来都掌握在皇帝手中，所以需要他的宠爱，而我不需要这种东西。对我来说，做龙椅的人是谁并不重要，我要的只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明君。大魏的先帝和如今的皇帝都横征暴敛，穷兵黩王，搅得天下民不聊生。傅寒同我说，长生天之下，能者为王。我来和亲不仅是为了两国和平，更是为了换掉当今皇帝。康飞听懂了我话中的含义，惊骇不已。我捂住他的嘴，你们下手太快太蠢，天下若真落到你们手中，我不放心。我拍拍手，康飞曾经的贴身婢女就走了进来，伏地叩拜。丽妃娘娘。康飞瞪大眼睛，手指发颤。原来是你！他发疯似的扑打起来，将身上的锁链扯得哗哗作响。原来是你背叛我，是你害我！婢女站起身，康妃娘娘，是您先对奴婢不仁，奴婢只能对你不义。您每日动辄鞭挞，稍有不满便用各种恶毒的法子惩罚奴婢。奴婢同您一同入宫，伺候您3年有余，您却从未把奴婢当人看待。冬日寒风肆虐，您罚奴婢在冰面上跪了1夜，奴婢高烧不退，差点丧命。还有奴婢的母亲病重，您却拦着不让奴婢回乡。我退出房门，把剩下的时间留给他们主仆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他们之间的恩怨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走出10几米，房中忽然传来康飞的惨叫与求饶，我脚步一顿，随即恢复正常。七皇子恢复的不错，这几日已经能在院子里走动。皇帝心中愧疚，来看过他好多次。没多久，圣旨颁布，立七皇子为大魏太子，朝臣哗然，联名上书反对。七皇子的生母只是个丫鬟婢女，出身低微，难以服众。他们这种挑衅龙威的举动果然惹怒了皇帝，当庭就斩杀了2位倚老卖老的臣子。七皇子得势，宫里头拜高踩低的那些人自然就贴了上来，整日围着他嘘寒问暖，我也不拦着。有些道理光凭嘴讲是不够的，得他自己去切实领会。因为有太子的身份加持，原来嫌弃他的那些妃嫔们都开始蠢蠢欲动。我不是娃儿的亲生母亲，娃儿可以过继给我，自然也可以过继给别人。一旦他有朝一日登基，那他的母妃就是大魏的太后，那样尊贵的殊荣，没有人会不心动。才几日的时间，各宫的妃嫔就送来不少礼物，还央求与娃儿见面，但他都给拒绝。直到某日，温美人传话说知道他母亲死亡的真相，李纨便与那位美人见了面。温美人满脸柔情，当初你母亲怀你的时候，我见过她，不怪能被陛下看上，真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人。只可惜是个无权无势的宫女。他同娃儿讲了许多以前的事。殿下，你年龄还小，不知道这宫里人心的可怕。比如你现在的母妃丽妃娘娘，我可听闻康妃下台背后有她的助力。她当初入宫谁也不认识，偏偏认了你做儿子，这其中难保不会有什么文章。他拐着弯的要离间我和娃儿，可他不知道当初是娃儿主动找的我，可不是我上赶着要给人当娘。娃儿回来后就把温美人说的话全告诉了我。我派人去查了温美人的底细，她的家世不错，样貌也出众，一入宫便野心勃勃地冲着太子而来，是个狠货色，可惜没脑子。娃儿从来不反驳他，他便以为娃儿是认同他的，当着娃儿的面说了许多我的坏话，说我居心不良，祸乱后宫，乃至祸乱大魏。他却不知娃儿把那些话全都记在了心里，一句坏话便是一条罪证。秋去冬来，天色越来越凉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爱吃辣的，寻了太医来诊脉，
太医大喜过望，跪着恭贺说是喜脉。皇帝很高兴，更加宠爱我，将我直接晋为贵妃，离中宫至尊之位只有一步之遥。我有喜的事一传出去，后宫无数的妃子咬牙切齿，暗中咒我。温美人私下里见了娃，贵妃娘娘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肯定会放弃你，转头去扶持自己的儿子。人心都是偏的，母亲的心更是。往后你就不再是她唯一的孩子，她迟早会抛弃你。娃儿被他说得泪花闪烁，故意做出一副可怜无措的模样。温美人心中一喜，连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堕胎药。若想要贵妃娘娘长长久久地将心思留在你身上，最好的办法就除掉她肚子里的孩子。娃儿把那堕胎药拿回来给我瞧，我一闻就发现不对劲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堕胎药，而是穿肠散，让人痛苦致死的毒药。温美人要借娃儿的手除掉我，又是熟悉的借刀杀人。12年，我让娃儿不要声张，我要配合演一出戏，让害我的人自己跳出来。天色渐寒，我在屋内烘着手，娃儿为我端来一碗姜茶。母亲，喝茶暖暖身子。我夸赞娃儿孝顺，随手就接过姜茶来饮下。半个时辰后，我捂着腹部装肚子疼，侍女惊慌不已，连连叫唤：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天空中细雪飘扬，我小产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后宫。温美人那个蠢货，伙同几个妃子跑到皇帝面前，佯装惊慌：陛下，听闻丽贵妃娘娘喝下太子准备的姜茶后就小产了。皇帝脸色阴沉：你的意思是，太子谋害贵妃？太子为什么要害贵妃？不无可能啊，陛下。众所周知，您宠爱丽贵妃，倘若贵妃生下儿子，那太子的位置就不保了。他定是怕这个，才胆大包天对贵妃下手。告状的几人自顾自得意地说着，浑然不觉皇帝的脸正越变越阴沉。皇帝又问：贵妃现在是太子的母亲，太子怎么会害自己的母亲？陛下，丽贵妃毕竟是个外邦女子，她教养孩子的方式与我们大魏大不相同。太子做出这种事，肯定是贵妃教养不当，望陛下明鉴。太子若继续待在他的宫中，迟早酿成大祸。皇帝抹下扳指，冷冷反问：照你的意思，太子不适合由贵妃教养，那应该由谁来教养？皇帝的搭腔令温美人得意极了，她当皇帝真把她的话听进心里了。后宫的姐妹个个人善聪慧，想来不管太子过阴给谁，都会好好管教，定叫他成为才华横溢、出类拔萃的人才。皇帝说：你说的人善聪慧中，可包括你们几个？温美人听得脸都红了，还以为皇帝在暗示自己要把太子交给自己。她深深一拜：臣妾虽说不才，却也愿为陛下、为大魏尽心竭力。若能得陛下信任，臣妾定当视太子如己出，日夜教养，不负圣恩。大殿之中陷入安静，几个妃子心跳如雷。温美人满脸势在必得的期待。忽而上方有一道声音响起，是皇帝翻书的声音。他将不久前收上来的折子狠狠摔在温美人身边，声音冷得像啐了冰碴子。你也配？看看折子里写了什么！温美人脸上的红晕瞬间僵住，笑容凝固在嘴角，整个人呆在原地。等他哆哆嗦嗦捡起折子来细看，看清里面记录的温美人多次对母妃出言不逊，还私下里诱骗臣给母妃下剧毒后，温美人整个如坠冰窖。温美人脸色惨白如纸，身子晃了晃，险些栽倒在地。陛下！温美人眼中蓄起恐惧的泪花，而她身边的妃子早已经被那行文字吓得六神无主，不停地磕头。我们不知道，都是温美人的错，与我们无关啊！皇帝额角青筋暴突，朕不知道，朕的后宫居然藏着你们这些蛇蝎心肠的毒妇，毒害朕的贵妃，嫁祸朕的儿子。你们以为朕是蠢八笨蛋，看不懂你们的心思？他指挥身边的大太监赵德胜，掌嘴！大太监小跑下去，将每个妃子的脸都抽得通红，拖下去，通通打入冷宫。外面立即涌进来几个太监，将跪着的妃子捂住嘴拖走了。我揣着汤婆子与娃儿站在屋檐下看着他们，他们的眼中倒映出我的模样，惊恐与悔恨交织，挣扎着要爬向我。太监一松手，他们就跪在我面前。贵妃娘娘饶命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过我们这一次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我蹲下身子，掐住温美人的下巴，
她确实是个美人，但蠢笨如猪，这美貌也就大打折扣了。我轻声道：你让婉儿害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饶我的命？可曾想过饶我孩子的命？你的命贵重，我的命呢？倘若你今日活下去，你是会感恩我放过你，还是后悔自己的计谋失痴？温美人眼神慌乱，毫无疑问，假如我今日去跟陛下求情饶了他，他肯定会万分后悔自己的失误，而不是感恩我放过他。内里已经腐烂的人无法拯救。我甩开他，疲惫地闭了闭眼。拖下去吧。温美人见求饶没用，抓在我身上的手一寸一寸松开，她瘫软在地。你们不得好死！一个贱婢之子，一个一帮蛮夷，你们祸乱后宫，蒙蔽天下，你们不得好死！他用怨毒的目光盯着娃儿。太子殿下如今是春风得意了，可你们不是亲生母子，等这个毒妇生下孩子来，你再看看他还记挂你吗？他又指着我，怨极恨极。还有你，虚伪自私，别以为我看不穿你的伪装。什么母子情深，不过是做戏罢了。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这个女人已经疯了，当着我的面就离间我们的母子。婉儿与太监们小心翼翼地瞥向我，拖下去。太监们不敢耽搁，架起不断咒骂的温美人与另外几位妃嫔，一路拖向冷宫。对付这种自以为是的人，多费口舌只是浪费时间。等人走后，婉儿忽然跪在我面前，言辞恳切：母妃，婉儿绝对不会背叛您，我发誓，如果我背叛您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知道，婉儿是天底下最好的孩子。我将她从地上扶起来，摸摸她的脑袋。上一次婉儿为我挡箭，我就知道了，能豁出命救我的孩子，我自然也要回报相等的尊重与信任。婉儿满脸如沐之情。母妃，婉儿的第二条命是您给的，您想要婉儿做什么，婉儿都会为您去做。我平静地看着她，那就为母妃做一位明君吧，一位令天下太平，百姓不再挨饿受冻的明君。婉儿抬头望着我，眼中灼光闪烁。院中的叶子白了又绿，落了又长，宫里又进了不少的美人。皇帝左拥右抱，逐渐将我忘却。我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在一个秋风寂寥的夜里，我诞下了一个孩子。我虚弱地躺在床上，婉儿抱着睡着的小婴儿，高兴地说：恭喜母妃，是个皇子，我有弟弟了。那之后，婉儿除了习武读书，常常来看望弟弟。在他的提议下，我给孩子取名桑。我看得出他是真的喜欢这个孩子，心中感到欣慰。到开春时，桑儿已经能咿咿呀呀挥舞手，他最喜欢玩抱他，婉儿一逗他，他就乐得咯咯直笑。听闻我生下了皇子，傅汉亲自来朝觐见。时隔1年多见到他，我发现他鬓边的白发似乎更多了，不过身形依旧健硕，精神抖擞。他屏退众人与我密谈，神情肃穆。女儿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儿子，那就想办法把他扶成太子。富豪会在背后帮助你。我早知傅汉的来意，闻言也不意外，只淡淡道：太子是婉儿，以后的皇帝也是婉儿。傅汉蹙眉：孩子，你糊涂！那李卫身体里流的血跟我们北清毫不相干，他若做了皇帝，难保不会像他爹那样欺压百姓，四处挑起战乱。不会的，我说，桑儿和婉儿会成为世上最好的兄弟。婉儿做大魏国君，桑儿回我北清继承王位，肝胆相照，永不背叛。什么？傅汉吃惊道：你要让桑儿回北清？我轻飘飘地看着傅汉，他被我看得心虚，连忙侧过脸去。他这点小心思真是昭然若揭，这么明显的挑拨关系，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桑儿和婉儿都是我的孩子，我谁也不会放弃。傅寒可是忘了，我还是北清长公主，北清王位的继承权我也有份。我听闻傅寒最近新得了几位美人，怎么被枕边风吹软了耳根不成？怎么会呢？哈哈哈哈！乖女儿永远是我北迁最尊贵的公主。傅寒宠爱我，却也忌惮我。我的那个阿奇舅舅是北清大将军，草原最勇猛的巴图鲁，手握重兵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额吉死后，内嘎奇几次怂恿我上位，可惜我嫁来了大魏。倘若内嘎奇知道我要令桑儿为王，他定会毫不犹豫支持我。对了，别让你那几位美人随便碰额吉的东西，不然远隔千里，我也能让他们人头落地，然后再烧了你的大帐。是了，乖乖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
告辞。傅汉走后，我轻轻敲击桌面，出来吧。娃儿抱着桑儿从屏风后走了出来。我对娃儿说：“我说的话，鸾儿都听见了吗？”他点点头，像在发誓一般。鸾儿为大魏皇帝，桑儿为北清可汗，肝胆相照，永不背叛。又是一年春过去，桑儿已经会摇摇晃晃走路。有趣的是，他牙牙学语时，口中第一个喊的既不是父皇，也不是母妃，而是哥哥。娃儿为此事高兴了好一阵。皇帝越来越昏聩，不知何时竟染上了修仙炼丹的毛病，劳民伤财，修筑什么广寒宫，还要把天下的美人收罗其中。南方闹水患他不管，北方闹匪徒他也不管，只一心沉浸在追求长生不老中，闹得百姓怨声载道，百官叫苦不休。还有人求到我这里，让我劝劝皇上。我心想，都这样了，还有劝的必要吗？这个皇帝不行，换一个就是了。之前我按捺着不动手，主要是因为娃儿还小，我想让他再多学点东西。如今该知道该学的，他都差不多领会了，可以上位了。这天，我和娃儿他们在一起看书，却见皇帝带着一群人走到我的院中。皇帝身边的家伙畏畏缩缩，一脸奸相。哎呀，根据小人的观察，此处的风水最盛，最适合建炼丹修真的楼阁。皇帝眼睛一亮，何以见得？倒是指着我的院落。此处有一股龙霸之气蓬勃而出，若用来炼丹，将事半功倍。皇帝高兴坏了，好，就把炼丹阁现在请出。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。等他们吵够了，我才带着2个儿子上前行礼。陛下圣安。哎呀，爱妃啊，你这个宫殿朕要用来炼丹，你搬去别的地方吧。娃儿拱手道：“父皇，母妃一直以来都住在这里，贸然让母妃搬走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”皇帝想了想，贵妃想搬去哪里都可以，只要不留在这里就行。娃儿往前一步，父皇。但皇帝已经不耐烦了，变脸斥道：“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别废话，朕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们照做就是。”娃儿直接跪下：“父皇，建广寒宫一事已经惹得民怨风帆，大臣也多有劝告。如今您又沉迷炼丹，恕儿臣直言，您的种种行为倒行逆施，离经叛道，长此以往，于国不利。”作为太子，竟然敢以下犯上，指责自己的君父。皇帝脸色一阵变化，十分难看。大庭广众之下被自己的儿子如此说教，他心里羞愤极了。放肆！你这个逆子说什么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敢这么说朕？皇帝怒火冲天，一脚就要朝娃心口踹去。电光石火间，我按住娃儿的肩膀，将他旁边一推，正好躲开皇帝的攻击。皇帝没踹到人，还差点自己摔倒，一张老脸羞得通红。我冷眼看着他：“陛下，想要这件院子，臣妾给你就是，何必动手？”皇帝火冒三丈地看看我，又看看地上的娃儿，冷哼一声，甩手离开了。他身后一群人又连忙追上去。陛下！傍晚，皇帝身边的大太监带来口谕，让我们明日就搬走。我派人去查了那个道士的底细，果然又是跟后宫的某某娘娘有关。对于这些勾心斗角，我真是烦得不行，只想尽快把他们通通赶走。第2日，我们便搬了出去。皇帝着急炼丹，迫不及待地带着一群道士开始摆弄神神叨叨的东西。我叫人去民间传流言，说皇帝为了炼丹，当众责打太子，赶跑贵妃。百姓都说咱们这皇帝啊，是真的疯了。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我牵着娃儿的手，站在阴影中，看着人偷偷往炼丹的院子里泼火油。火折子一丢，大火砰然爆炸，很快就席卷整个院子，隔着距离还能听见里面的叫喊。救命！护驾！陛下，你没事吧？救命！一群装模作样的老道士在里面抱头鼠窜，叫苦不迭。院门外已经被我叫人上了锁，他们今夜必死无疑。我轻轻摸了摸娃儿的头，害怕吗？他摇摇脑袋，儿臣不怕，母妃做的是对的，父皇已经不配做一个皇帝。接下来他说了一句令我这辈子都难忘的话，他说：假如有一天儿臣也变得如父皇一般昏庸，母母也可以烧死儿臣。我手一顿，接着落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。我没想到他猜到了我的心思，我确实有这个打算。如果有一天娃儿也变成昏君，那么我也会像烧死他的父亲一样烧死他。想坐在至高的位置，就要尽到护卫天下的责任。我要立的
是一个把百姓放在心上的明君。皇帝驾崩，太子登基，全国免税2年，百姓欢欣鼓舞，喜极而泣。婉儿成了皇帝，我就是太后。有好些老臣仗着自己资历深厚，常常在朝廷上倚老卖老，为难婉儿。婉儿每每下朝都是身心俱疲，挑着一个舒心的日子。我当着百官的面进入大殿中，开始垂帘听政。有不服气的官员都被我下令杖责，丢出殿外去。明面上我垂帘听政，其实我只是替婉儿吓唬他们，免得他们老跟婉儿作对。治天下我并不擅长，我只擅长折磨对付小人。当谁作妖折腾朝廷折腾百姓时，我才会出手。婉儿好学勤奋，夙兴夜寐，事事谨慎，百官无不称赞。几年过去，他的气势已然大变，沉稳靠谱，温润如玉。偶尔桑儿爬到他腿上，他还拿着折子教桑儿认字。看着兄弟俩和睦，我心中万分欣慰。婉儿代表大魏同北钦签订和平契约，保两国100年和平，还打通商路往来，促进商业繁荣。估摸着草原的草长得正好时，我带着婉儿和桑儿偷偷回到北钦。夜晚，一大一小2个身影坐在大石块上，仰望漫天星空。婉儿说：“弟弟，以后你守卫北钦。到时候我掌管大魏，我们兄弟肝胆相照，永不背叛。”好。2人轻轻碰了碰拳头，随即同时大笑起来。晚风卷着草原青草香，我望着相拥而笑的兄弟俩，眼底尽是温柔。半生风雨中得安稳，大魏与北钦永安，此生再无遗憾。